一眼就到了开张的第一天，到底算是季家的第一个店铺。虽然是9月的，但谁也不敢不捧场，连书院的季周野、季晚桥和季维洲都特地的请了假，带人过来捧场。没办法，9月给他们吃的那个强身健体药丸的效果有点好，加上他们有意识的锻炼，身体杠杠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响彻大街，暗月阁牌匾上方的红绸被9月扯了下来。是季昭眠，是季昭眠！哎，他的腿不是毁了吗？站起来了。当初两人出事，唏嘘惋惜的有，幸灾乐祸的有，如今再见，竟然看到季昭眠站起来了。明年的考试有季昭眠和季青在，他们休想拔得头筹。欢迎各位父老乡亲来参加暗月阁的开业，令暗月阁蓬荜生辉，小生在此谢过。随着季昭眠的讲话结束，人群轰的一声进店，小小的铺子瞬间就被人群淹没。他真不想赚钱来着，他明明是要弄情报据点的。9月木然地看着庄掌柜，一支毛笔写得要起火星子了。庄掌柜，要不要多请2个人？不用，今日是开业，也有人是因为东家你的名气，所以来买这些。到时候给你们发奖金。多谢东家了。二嫂，我这几位同窗想问问，那强身健体丸还有没有？还有几瓶。想不到这狠辣二嫂愿意给他们面子。二嫂，你不知道，自从你教了我五禽戏，然后配合着强身健体丸，我身体都好了不少，所以我同窗看到了才想也试试。五禽戏好好练，别到时候倒在考场了。要完明日我让人给你们送到书院里去。季周也和季晚桥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喜悦的光芒。多谢二嫂。好说好说。季青忙的衣衫都有些凌乱了，他一直站在签字本边，每个要购买药丸的人都需要讲解一遍。毕竟9月卖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是重中之重。这会儿嗓子眼都在冒烟。9月难得的好心给季青倒了杯水，喝。季青也没料到这药丸竟然卖得这么好。看来这王老爷应该是到处去宣扬过你的医术了，差点把库存给干没了。我让酒楼给庄掌柜他们端了饭菜过来，毕竟谁也没有料到今天竟然这么多人。端就端了呗，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明明2人是夫妻，可以不用这般，但季青有时候就是很莫名的想要亲近9月，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你的铺子吗？当然是以你为重了。你这话不对，是我的铺子，但这不也是你的铺子吗？我这也算是给你造势了，那食疗方子分享出去，你和大哥的名声该多好听。我可知道你们这儿那什么方子一类的，可都是当做传家宝传下去的。好，也是我的铺子。要回去了吗？肚子饿不饿？我们先去吃东西。庄掌柜把银子给了9月，一个小木箱子装的，短短1个月左右赚了200多两。9月下巴都要掉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银子，直接给庄老板包了5两银子的奖金，2个小二1人2两，几人乐得不行。按理来说该发点年礼，但我这人不爱买那些东西，所以直接给银子，你们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谢东家。明年5、6月份我要到府城开店，你准备一下。到时候那边还是你去管，这边你手上这摊子事儿最好是交给一个妥帖的人来，你找到了之后记得带来给我看看。啊，府城？9月也觉得有点快了，但没办法，若是季青和季昭眠真的给力，他们后年就要去都城了。若是有那个能力，最好是别的国家也要渗进去。你放心，我去哪儿都带着你。明年府城，后年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都城了。都城？你太能干了，所以我去哪儿都会带你去的，你放心吧。时光匆匆似流水，季青和季昭眠院试成绩相当亮眼，李县令直接赏赐了1人10两银子。刚过端午节，季青和季昭眠一连猛地拖家带口的去了府城，所有人都去了，连带着胡春花和季山都一并去了。哎呀，热得很，你别挨着我呀。冬天天冷的时候，9月恨不得直接睡在他身上，这会儿夏天了，天热了，一脚将他踹开，恨不得他挂在房顶上睡。9月，季青本想问他们可不可以圆房了，不敢亲不敢吃，
对于季青来说，要多么大的自制力呀！之前9月还帮他了一次，但也就那一次。9月当然是想过这件事情了，但是要等明年的考试过后，不然万一季青得了趣儿，沉浸在他的温柔乡里，然后荒废了学业怎么办？所以为了以后不憋屈的生活，9月觉得自己还是忍忍吧。季青叹了口气，轻轻把9月圈在怀里，低头在9月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口。罢了罢了，到底是自己项目，是自己选。哎呀，谁让我这么善解人意呢？当了，我们做一个隐蔽的记号，像是个月亮的符号，做一个令牌，这令牌只有你有，也只有你能调任这些人。之后具体要开什么样子的店，或者是什么生意，我也根据每个县城的情况做了调整。哦，那他们干嘛要听命于我呢？9月大夫，这世上多的是活不下去的人，只要给他们一点甜头，别说听你的，就是命给你都可以。跟着我，只要不背叛，之后会有更多的好处。说着直接拿出了500两银子。具体做什么店铺，你等我回去规划一下。可能要到年底或者明年上半年，这个府城才会铺排结束。也不用这么紧凑，宽松点也可以，明年年底也是可以的。9天时间一晃而过，两人都在2甲上，季青更是第7名，险些就上了1甲。季昭眠则是27名，不过就是这样的成绩也很亮眼了。接下来的小半年必须要加倍的努力，才有可能中进士，成为贡生。家里如今2位举子，莫大的荣耀，想来寻求庇护的人很多。季家家规不收不合规矩的礼，你们都记在心上。胡春花和季山绷着唇线，想着9月马上就要走了，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但9月一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这俩人在想什么。胡春花和季山还没有反应过来，9月已经到了他们的眼前，抬手就直接喂了几颗药。半年发一次，不吃解药就肠穿肚烂。胡春花和季山蹲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吐，妄图把咽下去的药吐出来，但无济于事。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要你们死吗？当然是因为你们死了之后，季青和季昭眠要因丧停考。你们活着也就这点作用了，但若是你们敢惹了我不高兴，不听我说的，你们自己掂量掂量，你们这把老骨头经得起我弄几次。胡春花和季山险些都要哭出来了。从清水县到都城，若是一路不下雨、不下雪、不刮风的话，22天左右。一旦遇上什么事儿，那时间就要往上加。好想念飞机高铁啊，哪怕火车也行。难怪说古代车马很慢，本来就慢呢。再往前走点吧，若是还没有可以扎帐篷或者是投宿的村子，就找一个被风的地方，今晚就歇在马车上吧。好啊，再走5里路。雪哗啦啦的下着，寒风带来一阵血腥味儿。停！怎么了？季青学着9月的样子往前面看，但什么都看不到。9月的夜间视力很好，但这大雪大风天的，只能看到前面有人在缠斗。马车藏到林子中去，我去前面看看。要走一起走。9月正要把几人赶到车厢里去，季昭眠却看到几人手里的一个小军旗，还有前方人身穿的盔甲。是沈家军。你认识？沈老将军7个儿子只剩3个，沈家军几代人抛头颅洒热血，北疆战场上留下了多少沈家儿郎的热血。那些人好像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细作。你说我帮他们把那些人杀了，沈家军会给我银子吗？所有人还来不及反应，而9月踩马借力，人就朝着前方缠斗的人群而去。记得给银子。说话间，9月以十分诡异的速度穿梭在异族的人群中，一个接一个的轰轰轰的倒地。沈家军很快反应过来，立刻迎合9月的手起刀落，包围剩下的异族人。季青抽出马车下方的铁锹，分发给了兄弟们。9月余光扫过，看到季家几兄弟正在疯狂的刨坑。上当！护在沈宗年旁边的几个亲兵嘴巴张得大大的，这是个小姑娘吗？这位女侠，
你说谁壮呢？胖也行，有用壮来形容一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姑娘的吗？情报安全，要尽快送回都城。我活不了了，不用管我，送回去，一定要把情报送回去。少将军，沈宗年脑袋一歪，直接晕了过去。冀州野和冀昭民兄弟几个就近在路边拢了火堆，扎了帐篷，把昏迷的亲兵塞进了帐篷里面。季青和九月则是把沈宗年弄上了马车。九月抬手给沈宗年把脉，然后看了看他手臂上的伤口。这伤不是才受的，但却一直流血不止，伤口流的血还是黑色的。这是中毒了呀！虽然不知这是沈家军的谁，但听刚刚那些亲兵唤少将军，显然这是沈老将军3个儿子中的其中一个了。中毒了，能解吗？你在质疑我？不敢不敢。九月拿出药箱，先拿出了几根银针，封住了心脉的几个穴位，防止毒入心脉，然后眼疾手快地在沈宗年的手腕、脚腕划了几个口子，黑血顺着流了出来。整整半个时辰，看到沈宗年乌黑的唇变得红润，而伤口处的血也不黑了。九月才一根接一根的拔银针。少将军，一路走好。你们少将军他没有死，那是北疆特有的毒药春乳，中毒者无解药，5天之内必死无疑。今天就是第5天了。闭嘴！少将军无事，毒我娘子已经给少将军解了。公子，你说的可是真的？我们少将军的毒等着解了。我刚刚帮你们把那些人给杀了，你们少将军会给我银子的，对吧？啊？什么银子？眼看九月张嘴就要说自己杀人是要银子的，而且杀人贼快了。季青连滚带爬地跑到九月的身边，一把捂住九月的嘴。姑奶奶，这是沈家军呐，你的杀手身份不能到处说呀。不都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吗？姑娘说的是，姑娘的大恩沈家军铭记在心，只是我们此番是在执行任务，身上未带有太多的黄白之物，待我们回到都城必定会奉上厚礼，以酬谢姑娘大恩。好说好说，我很在意厚礼，所以你们最好是直接给银票就行。不仅帮他们解决了杀手，还帮他们少将军解了毒。待沈宗年醒了后，再好好的问问恩人所在何方，厚礼必定厚厚的奉上。我是不爱动脑子，又不是没脑子。九月恶狠狠地在姬青的腰间的软肉上一拧，拧得姬青龇牙咧嘴的。你是觉得我很蠢吗？对不起，不该觉得你会口不择言，是我错了，以后都不会了。我的毒是那位夫人给您解的毒，昨日也是她将那些细作斩杀，我们才得以脱身。在下沈宗年，多谢各位仗义相救。怎么个事儿这是？顶着九月殷切的目光，沈宗年竟一时哽住。季夫人的救命之恩，宗年必定结草衔环，没齿难忘。没齿难忘啊，没齿难忘，那就给银子，快点快点。小手插在腰上，大有一种你敢不给银子，我就敢嘎了你的错觉。来搪塞呢？那必得是稀世珍宝，才不负季夫人大义之举。九月，少将军这般还未到都城，就算现在有什么珍宝，你也看不到摸不着的，不若等到了都城再说。九月撇撇嘴，觉得也是，就他们这胡子拉碴跟个乞丐一般的模样，身上肯定是没有什么东西的。此番我等护送边关急报回都城，路上恐怕还会遇到危险，不知可否邀请季夫人同我等一起？宗年在此谢过了。绝不会让季夫人白做工，到都城后必定奉上丰厚的报酬。好说好说，什么报酬不报酬的，你给点银票就行。沈宗年被九月这毫不避讳的说辞给逗笑了，就该这样嘛，贪财就贪财，有什么不能宣之于口的？总比那等明明贪财却要道貌岸然的说些冠冕堂皇的话的人要好得多。到都城的第6天，季青收到了将军府下人送来的请帖，上面说是让九月赴宴，却颐指气使的语气给人威压。九月可是救了沈宗年的人，
若是9月不出手，现在将军府迎回的就该是沈宗年的尸首了。但说好要给9月的厚礼，应该要奉上，而不是像这般拿着帖子上门去讨要。任何人都不得去找将军府的人。啊？为什么？当初9月救治那些亲兵时拿出的伤药，沈宗年很明显就有兴趣。这会儿该是沈家来求人，而不是9月求着跟沈家结交。你们知道吗？这世道不怕假君子，就怕真小人。二弟，想好是要做什么了吗？9月为我等做了那么多的事儿，我不想他被人口诛笔伐。季昭眠摸了摸自己的腿，若是没有9月，他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哪有如今的造化？你说，大哥肯定会配合你。就等沈宗年上门了。入夜，9月瞧着季青闭上眼睛睡了过去，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换上了夜行衣。沈宗年竟然敢昧他的东西，这不能忍。今晚怎么都要去一趟将军府，把沈宗年暴揍一顿，才能消他的心头之火。9月，切不可将人打死了。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北疆的安定还需要沈家军来维护。邵将军此番行事确实不妥，但我们也要给邵将军一次辩解的机会，所以你莫要将人给打死了。还有，你真将他给打死了，那厚礼你不就得不到了？你一个人孤身前去，能拿将军府多少东西？就算是你要拿银票，你确定你找得到放银票的地方？9月蹭蹭蹭地走到季青的面前，还不是你没用。要是你武功高强，今晚我们就能搬空将军府的库房。那些什么金银财宝都老重了，我怎么可能搬那么重的东西呢？我的错。看着低眉顺眼又可怜巴巴的小模样，亲一口吧，反正是自己相公，亲了再去揍也来得及。季青一看9月凑上来的样子，就知道9月想干嘛了。季青轻轻地把9月的面罩扯开，9月急不可耐地凑上去，就拨了个响的。哎呀，果然那美色误我。走了。啊，不能把人给打死了。9月几乎是轻车熟路地来到了将军府。这将军府大的没边儿，他找不到沈宗年在哪儿啊？找不到只能随机找寻一个幸运儿了。9月缓缓地逼进屋子，悄悄趴伏在屋顶上，掀开了一块瓦片，就见那老头子忽然拿起桌上的匕首，猛地划破自己的手臂。咦，这人还有自虐倾向呢，竟然还有比我还要残暴的人。却看到那手臂上一股一股的。远处的乐声逐渐变得高亢，而屋子内的老人死死地用刀在身上划，像是恨不得直接把那活物给徒手划出来。啊，这是苗疆的蛊。9月知道怎么解蛊，师傅说蛊也好，毒也好，病也好，其实都是一脉相传的。吹乐的人似乎没有等到想等的人，乐声渐渐停了。将军，哎呦，这个幸运儿竟然是沈宗年的爹。但现在比起揍沈宗年，9月更想看看什么人能够控蛊。9月手里的银针夹在指尖，在女子快要消失在拐角的瞬间，手中的银针带着颗小石子儿一下子投掷出去。你刚刚是在控蛊？我让你说话，但你不能大叫啊。先用3根银针把女子控住，再拔出最开始刺入女子体内的那根。姑娘在说什么？小月听不懂。哦，你叫小月，大半夜的不在家睡觉，在外边晃什么呢？女子死命的想要动手指，却发现手指动不了。姑娘说笑了，小月乃是长川楼的继子。9月也懒得和这人多说了，直接把小月给扛到了身上。那沈家这次不把他家底儿给掏空了，9月就不叫9月了，那可是蛊。你把沈少将军给扛回来了？嗨，我没找到沈宗年。啊，那这是……二弟，弟妹回来了吗？你和大哥说我去揍人了？不是我说的，是大哥猜到的。哼，这人有点问题，正好你和大哥集思广益一下。这是9月带回来的，说是有点什么问题，让我俩问问这人。要不我把这人直接送将军府去？不可。那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和我说一说。沈将军乃是大齐第一个超一品将军，号威武大将军。所以呢？沈将军身份贵重，
皆是安定北疆举足轻重之人。若是你看到的真是蛊，那么他们对于将军用蛊的目的只怕是并不简单。他们是不是想要从将军的手上拿到什么东西？就比如北疆的布防图，或者是命令将军做什么对大齐不利之事。这是间谍，不是，是细作。季青和季昭眠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算了，这事先不说了，这人都被我弄回来了，那沈将军这段时间肯定是安全的，等你们考完试了以后再说。季夫人乃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她，自该是我拿着厚礼上门感谢。你下帖子，平白的让人以为他成了上门来打秋风的恶人。祝姨娘，你是怎么想的？说什么救命恩人不救命恩人的，这个无名无分、半点根基都没有的读书人，能得到将军府的邀约，可是几世修来的福分。你还要开库房送他那么多的好东西，你以为将军府有多少好东西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让你把东西准备好就准备好，爹都同意了的事情，轮得到你来智慧。这送上门来让他当靠山的好事儿，竟就这般让祝姨娘这眼皮子浅的给毁了。9月给受伤亲兵处理伤口用的那些伤药，若是他肯拿哪怕一样出来，战场上就会少死多少兄弟。你这气冲冲的要去哪里？哼，还能去哪儿？去向9月大夫赔罪。我本是让祝姨娘给9月大夫送去厚礼，那9月大夫是个性情中人，救了儿子，却没有想过用这恩情来要求儿子做什么，只说自己喜欢点黄白之物。季家家境一般，那季家兄弟5人都在读书，花费不可谓不大。我要送9月大夫的东西，父亲您也是知道的，还让祝姨娘寻些好的来。但祝姨娘高高在上的，竟是瞧不上人家，敷衍的让人送了帖子，说是让人来府上参加宴会。可我将军府哪有什么人来参加宴会啊？沈宗年越说越气，自己往后若是娶妻，绝不娶这等眼皮子浅的。这几天先让管家管着。啊，父亲，那季夫人的医术高超，我准备上季家去一趟，先赔罪，再将我答应季夫人的厚礼奉上，顺便再问问季夫人能不能替母亲瞧一瞧。沈宗年快步上了马车，后面跟了整整1马车的东西。季夫人这态度倒是挺好的，但9月该生气的还是有点生气。看沈宗年好歹算是能屈能伸的，听闻沈家公子个个武功高强，不知9月可有心能讨教一二？沈宗年愣了一下，9月这口气啊，得让他出了。这口气过了，这件事就过了。讨教不敢当，只切磋点到为止可行？行吧。两人一同到了院中，季昭眠的心提了起来，就怕9月下手太重，把这沈家的少将军打出个好歹来。然后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9月把沈宗年按在地上暴捶了一顿。沈家下人惊叹呐，那可是超一品大将军的儿子，二嫂啊，您老悠着点成嘛。刚开始打的时候，沈宗年还觉得自己就算是不能和9月打个平手吧，那至少也能接个几招吧。谁知道9月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季夫人呢？您可好好说呀，您都成婚了，这可是事关我名誉的事儿。刚开始打的时候，沈宗年还觉得自己就算是不能和9月打个平手吧，那至少也能接个几招吧。谁知道9月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上来就以极快的速度一个滑铲将他铲倒在地，骑在他的背上，抡起拳头砰砰砰就给他好几坨子。9月打完了，站起身，爽了。9月就是这样，不记仇，毕竟有仇他当场就给报了。看着沈宗年送来的一沓银票和一些布料啊、瓷器啊、金银珠宝啊，觉得这人太上道了，所以看着他鼻青脸肿的样子，9月友好的奉上了一瓶极好的跌打损伤药，然后让季青拎着药箱，9月屁颠屁颠的跟在沈宗年的身后去了将军府了。9月姑娘是如何得知我中了蛊虫的？我昨晚夜探将军府的时候，看到有人催生了将军体内的蛊虫。夜探将军府？9月为何要夜探将军府？9月在将军府来去自如，整个将军府的护卫和亲兵竟然丝毫不觉。这姑娘的武功可能比我看到的还要高一些，难道她是别国的探子？
或者细作。九月大夫为何要夜探将军府？你问他。我？他不记得自己和九月有夜里相邀啊，这可真是浑身长满嘴都说不清楚了。季夫人呢？您可好好说呀！您都成婚了，这可是事关我名誉的事儿。他明明答应了我要给我厚礼的，结果呢，这人给我送了一张帖子，让我主动上门来。那是感激我救了他吗？那是把我当成了打秋风的人了。所以，你昨晚夜探将军府，实则是想要揍宗年一顿。不然呢？那我大半夜不睡觉跑将军府来干什么？他这样都不该打吗？我可是救了他命的人，还是2次。结果他竟然说话不算话。经此一遭，沈家人大概是知道了，欠谁钱也不能欠九月的钱。神武公子这腿不只是伤了，还中了毒。经此一遭，沈家人大概是知道了，欠谁钱也不能欠九月的钱，不然他可能大半夜的睡不着觉，专门千里迢迢的来揍你一顿，一点都不开玩笑。多谢九月大夫替老夫解骨。哎，好说好说。多谢九月大夫，沈家必定会奉上厚礼，还望九月大夫能替我五哥也看一看。小事小事。哦，对了，我昨晚还在将军府后面的巷子里抓到个女的，就是她吹了什么笛子，这才催生了沈将军你体内的蛊的。你说你抓住一个人，是催生我体内蛊的人？将军府太大了，我昨晚跑了一圈也没找到沈宗年住在哪个院子，只能到处跑，然后就趴在了一间屋子的房顶上。我听到了乐声，然后就看到你在那儿用刀子想要把虫子弄出来，浑身的伤口。唉，沈将军，不是我说，你年纪到底还是有些大了，更何况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嘛。要是在自己身上动刀子就能把蛊虫弄出来，那蛊虫也就没有那么恐怖了呀。父亲，您为何不告诉我们？沈将军无力的摆摆手，在九月的面前真的就什么都隐瞒不了的。罢了罢了，先给宗生看一看吧，蛊的事待会儿再说。现在我要将银针刺入你的脚趾，有痛感就告诉我。一只脚连换了3个脚趾，还是丝毫没有感觉。刚要说不用了，治不好的了，却见九月大力直接往大脚趾一戳，戳的沈宗生瞬间嗷的一声喊出来。神武公子这腿不只是伤了，还中了毒。你说我儿还中了毒？我可以帮你们找出下毒的人，别太感激我，记得多给我点银票就成。难怪那么多御医来瞧也瞧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当真？将军尽可放心，我娘子既然这般说，那就证明肯定是可以的。九月走上前，抬手就把沈宗生腰间的玉佩扯了下来。就见九月当着众人的面把那玉佩往茶杯里一扔，盖子一盖。沈宗年自诩自己从不轻易打女人的，但看到那女人眼看就要扑到他五哥身上，站起身一脚就把那女子给踢飞了。生郎，你到底是何人？生郎，你怎可这般待我？你将我带回府，却不见我，好不容易见我一回，却任由你弟弟打杀我吗？废话那么多。咔咔咔的几声，手脚全部被九月给拧断了。沈将军自诩自己在战场上几10年，都从没有见过像九月这般干脆利落的审讯动作。这九月到底是什么人？长话短说，别说些有的没的，你们不嫌烦，我还嫌浪费我时间呢。魅毒十分不易得，应该不会有太多。之所以用在沈宗生身上，大概也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和他的家世能获取到的情报会更多。而沈将军则是让人把这个女人给关了起来，准备告诉丰原帝后，再看接下来的事情到底如何调查。给老爷请安，哪来的庸医？怕是来骗银子的吧？多少御医都说老五的腿治不好了，你这小姑娘才多大，竟也敢口出狂言说可以？朱双，闭嘴！老爷，你看他的样子，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治好老五的腿？怕是打着什么龌龊心思上门来勾引你的。忍不了了，抬脚就是一踹，祝姨娘尖叫了一声，直接被踹飞了出去。踢了一脚，还是觉得不够解气，快步走到祝姨娘的身边，抬脚又是一脚。你瞎还是我瞎呀？我能看上那个老头？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清楚，
那位是我相公，我相公又高又帅又聪明，我疯了才会去勾引一个半截黄土都埋到脖子眼的老头。季青刚走到九月的身边，就听到九月这般直白的夸他，脸都红了。九月复又踢了2脚，把朱姨娘踢了个半死不活，终于是顺心了不少。但这会儿气头上，也不想给沈宗生治腿了。他好心好意的上门，这沈家人就由着这么一个姨娘在他的脸上作威作福，真当他九月半点脾气都没有了。季青，去把我药箱拿过来，我们走。姑奶奶，我不伺候了。九月大夫，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九月大夫莫气，这不过是老夫的一个贱妾，这贱妾口不择言，污了九月大夫的清誉，随便九月大夫怎么处置。老爷，父亲，杖杀了吧。而今祝姨娘2句话直接断送了他下半辈子再站起来的可能，沈宗生哪能忍得了这件事儿？老爷，我错了，我不该那般说，我真的错了。哼，你们就不担心我说的是假的？宗生的腿早就被判了死刑，不管九月大夫说什么，宗生也认了。九月啧了一声，沈宗生的身边抬手给他摸脉，而后又摸了摸沈宗生的腿，查看了一番身体状况。弄个火盆来，顺便弄点烈酒来。听着九月说的什么要把腿用刀子割开，然后把错位的骨头给弄整齐，然后又缝合什么的，听得一众人龇牙咧嘴的。我的治疗方式确实有点异于常人，但我既然敢这么做，就证明我有能让他痊愈的本事。但若是你们受不了我的方法，那我也不强求。还有，5公子之腿想要彻底痊愈，2年吧，加上康复治疗的时间，2年应该就可以骑马打仗。明明沈宗生或许会成为大齐的下一个战神，但一场战役从老六失踪到他的断腿，沈家已经是绝望了，所以他们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沈将军一把年纪了，这会儿却像个孩童一般，只会说谢谢了。九月难得的有些不好意思了。那个，你们先别激动。九月大夫，你说。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趁手的工具，所以。九月大夫，你说，你需要什么东西，都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给你弄来的。从腰间抽出了自己的那把手术刀来。我需要再多打几把这种类型的工具，铁可能不行，得用玄铁。我把我需要的东西画出来，就劳烦沈将军费心给我弄出来了。不费心不费心，九月大夫，这都是为了我儿。给沈宗生导了毒血，九月又用银针给沈宗生扎了穴位，至少要保证沈宗生在手术前腿部状况不能再恶化了。今天的治疗就结束了，我和我家相公就先离开了。我每3日会过来给他扎针一次，还要回去准备药，一大堆的事情要做，我忙死了。有劳九月大夫了。多谢九月大夫了。哼，季青，我们走。啊？又怎么了？怎么感觉九月大夫又生气了？直到九月都快要跨过门槛了，沈宗年冷不丁的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九月大夫，等等，还有什么事啊？韦伯，刚刚让你给九月大夫准备的银票呢？怎么还没有拿过来？快去拿！哎呦，你看我这脑子，我现在呀就去给拿过来。九月大夫，您等等。还有银票啊？应该的。之前送的东西是救治我，现在送的银票是感谢九月大夫给我父亲解骨，又给我哥哥治腿。待我哥哥腿好了以后，还有更为丰厚的谢礼。九月大夫就不要推辞了。不推辞。还是那般不会委婉含蓄，这可不是主动要的啊，是人主动给的。说话间，管家小跑着就拿了一沓银票过来。九月眼睛都在放光。沈宗年亲自把九月和季青送到了大门口。沈将军没想到九月最后不高兴的点是因为这个，直接爽朗大笑。这小姑娘，不过虽然贪财，却是知道取之有道。倒是率性。父亲说的是，当初在雪地的时候，他是直接同我要银子的。这完不说，怕是那什么给五哥治疗的物件有些贵，不好意思再开口要了。待下次他再过来给生儿治疗，
切记要小心招待。春雷如期而至，努力就行了，我不在意最后的结果，才怪。肯考不上，回家就等着吧。今儿个阳光普照，还算合他心意，勉强可以逛逛吧。9月手里捏着的糖画，吧唧一声就给人撞到了地上。哈哈，抱歉啊，小娘子，本公子刚刚没瞧见，要不你跟我回去，本公子再让人给你买个10个8个的。这人脑子没病吧？你叫我什么？小娘子长得这般貌美，怎么一个人跑到这等偏僻的地方来了？本公子送你回家吧。哎呀，他竟然还有被人调戏的一天，真是稀奇了。小娘子你大爷，竟敢调戏我，你是活腻歪了是吧？你可知我父亲是谁？感情拼爹这个传统文化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呀。要不是季义清去考试之前耳提面命，就差给9月跪下般的劝说，让9月千万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把他给我抓回去！9月扬起拳头，半点不用兵器和工具，3下5除2的就把林默的护卫给解决了，一脚就将林默给踹翻在地上，然后坐在林默的身上，一边打一边骂：“谁让你叫我小娘子，我让你调戏我，毛都没长齐就敢来调戏人！” 9月只把林默打得鬼哭狼嚎的，火消下去了，也终于算是解气了。去吧，小家伙，去你爹的怀里好好的哭。我让我父亲杀了你，你给我等着！9月微笑，上前就是一脚。要不是记着季义清的话，这人此刻只能去阴曹地府去告状了。哎，灵王府这是在搞什么呢？不知道，那比比画画的，我看画像像是个小娘子。我听说呀，是世子被个小娘子给揍了，揍得哭天喊地的，这么丢人？嗨，世子才多大呀，被揍不是很正常的吗？哎，嘘，小点声。普天之下，除了皇上，还有灵王、灵王妃，敢揍灵王世子的，除了9月，2人真不知道还会有谁了。你们俩那什么意思啊？怎么可能是我呢？那人高马大的跟个憨憨似的，怎么可能是世子啊？9月，你这几天打人了？你们都不知道，那傻小子看起来年纪不大，结果竟然敢来调戏我。你被人调戏了？对，所以你说我该不该揍？该呀。只恨9月没将人给打死，竟然敢调戏他娘子，季昭眠心都快要不会跳了。你们可不知道啊，他还叫我小娘子，真是太过分了。当街暴揍灵王世子的人，真的是你？季昭眠想要掐自己的人中了，他们就是去考了个试，9月怎么就当街打了灵王世子了呢？这是9月当初用的那款很好用的止血药。是，当初少将军询问之后，9月有着家国大义的胸怀，立刻就说了要把这方子献给将军，但因我和大哥要科考的缘故，所以这事儿啊就耽误了下来。主要9月还是担心有人不会做，所以想要亲自教他们弄这药。瞧瞧，这话说的多么的好听啊！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此番有一事，让晚辈跟9月都有些惶恐，所以晚辈在这里斗胆，请将军做个中间人。好说好说，是什么事啊？不知将军可有听闻灵王世子在街上被人不慎打伤的事？所以是9月。沈将军也知，卓京性子比较刚烈，所以在听到世子口出狂言之时，这没忍住就……沈将军也有点尴尬。9月那是性子刚烈吗？想他那日看着9月卸人的胳膊，像是在拆卸玩具一般。所以你们是想上灵王府去赔罪，让我做个中间人？将军高见。行，你们准备准备，我先给灵王府下个帖子，再登门。多谢将军。无妨，要是真的被刁难了，还有老夫在，老夫自会帮9月说话的。多谢将军。你一定要当一个大官，能让我横着走的那种。古的事情已经确定，是北蛮和南蛮联手合作了。既如此，老臣也算是放心了。你所说的那位9月大夫，当真有如此好的医术？回皇上，9月大夫的医术确实高超，但他行医问药总是有些异于常人，是以旁人瞧见了，怕是会觉得他是个庸医。
无妨，异于常人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只要真的能治病即可。皇上说的是。听说明日那9月大夫就要给你家老五做手术了。这些日子9月大夫一直在培训老臣挑选出来那几个军医作为助手，也一直在给宗生用药。明儿日子正好，9月大夫说可以做手术了。你说那9月大夫的医术有些异于常人，既然如此，就让岑院士去观摩观摩，也好学习学习。时间很快来到了手术日，来到将军府的时候，岑院士等几名御医早就已经到了。9月大夫说，手术室里要保持干净整洁无尘，所以不宜有太多人。旁边佐医特意弄了个小窗户，可供各位大人观摩。岑院士踮着脚站在那儿，嘴里不停地说着胡闹胡闹。就见9月手里拿着把锋利的刀。岑院士，这又怎么了？皇上不是说只让你们观摩学习吗？你这是怎么了？这简直就是在胡闹！那女人划开了5公子的腿，那么长的一条口子，这9月大夫早就已经告诉过老夫这些了。而这个手术一直做了2个多时辰，李军医一直站在旁边给9月当助手，陈军医站在床板的对面，时不时地听着9月的吩咐，给9月递工具。9月终于把最后的尾也收好了，一抬头都能够听到自己脖子在咔咔咔的响。好了，别到隔壁去观察。9月大夫如何了？情况比我想的要好一些，手术很成功，后续的康复治疗训练什么的跟上了，我想可能要不了2年就能够站起来。狂妄小儿，妄言妄语，痴人说梦，这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听到这话，举了举拳头。哎，9月大夫，不可不可！烦死了！我去给沈宗生打针，今晚我要守着，谨防他发热什么的。真是粗鄙不堪，难堪大辱。我们走。就冲着你们那样子，9月就是有点什么也不会交给你们。9月守了沈宗生一整夜，讲真的，9月还从来没有对谁这般周到过，自己都觉得自己简直是善良的不得了。哦，当然了，说是守，那其实呢就是9月睡在了外间的榻上，真守着的是季以清。宗生啊，腿可千万别动啊，沈宗年，看你哥腿要动就按住。哦，好嘞。父亲，母亲，你觉得如何了？疼？哪儿疼？大腿疼，小腿疼，膝盖也疼，好疼好疼。9月大夫，这是不是太疼了？生儿都被疼哭了。他，行吧，让他们把止疼药端上来，我一早就吩咐人熬上了的。不用止疼药，儿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哭了。父亲母亲，儿已经很久不知道腿疼是什么感觉了。所以你就要这么疼着，不喝止疼药？我就想他疼着，我可以好好感受一下腿的存在。行吧，你自己乐意就成。随着放榜日的到来，9月头一次兴冲冲的要去看榜，这可是他以后的保障，怎么能不去看上一眼呢？只是刚出了门，那人山人海的架势立刻就劝退了9月。我觉得在家里等着你们回来说是一样的惊喜。说完，9月提着衣摆噔噔噔的就往回跑了。好了，弟妹的性子啊就是这般，你也莫要太过于伤心了。再说了，那放榜的地方那么多人，你也不怕被9月真的挤出个什么好歹来啊？其实不是被挤出个好歹来，是怕9月被挤出了火气。他们兄弟俩可能就是前一夕在榜上，后一夕就在京兆府。我没有伤心，就是不知道怎的，老是想黏着9月罢了。不过一会儿，巷子里就开始了敲锣打鼓的。9月一愣，直接飞快地朝外跑去。果不其然，报喜的官差来到了他们住的地方。10年苦读未今朝，金榜题名喜若狂。直到少卿给报喜官递了荷包，9月才是缓了过来。季昭眠19名，季义清23名，兄弟俩的成绩都十分的亮眼。9月就差在门口转圈圈的蹦跶了。季义清和季昭眠2个农家小子能考得这般成绩，
说上一句祖宗开眼，祖坟冒青烟都不为过。少卿给了报喜官银子，还可以敲锣打鼓的回清水县报喜，也让季家人感受感受吧。送走报喜官后，就有媒婆上门了。九月简直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媒婆看着九月，显然是事先了解九月的身世背景，就他们介绍的，那怎么都算是都城里的官员之女啊。若是九月识趣儿，那就该主动下堂，还季以清一个锦绣前程。听着这些媒婆那颠倒黑白的话术，哼，说是一个男人事事都要依靠自己的妻子岳丈，那只能说明什么？说明他无能。这样的人还会有什么作为？你这是擅妒啊！你这是擅妒啊！犯了七出的，季老爷就该把你直接休了。让他试试。少卿，送客。以后但凡没人上门，不管是来做妾还是做妻的，直接大棍子打出去。请。哼！九月回了堂屋，看到季昭眠，猛地想起了一件事儿。大哥，你自己的媳妇儿，你自己可得上点心。我暂时还未有这个打算。等殿试过后，若是我跟大哥都留在都城，就让爹娘上来操持。成婚的事儿，也不好马虎仓促决定的。有道理。一大早，季义清和季昭眠到了金銮殿。不得不说，兄弟俩在这群人里面，不论是形象还是气质，都可以说是上乘。丰原帝的朱砂笔在前面几张试卷上踌躇，又再次看了看季义清和季昭眠。罢了，就当作是九月治好了沈宗生，又给大齐挽回了一个虎将的报酬吧。探花，清水县季家村季义清，这姑娘可真是热烈奔放。那是我娘子。季义清就是前面20里面长得最好看的，真不怪丰原帝要把这人点作探花。谢主隆恩。随着状元郎的身影缓缓进入视线，九月脚一点，视线中竟只看得到那个人了。明明不是状元，但那人仰起头来对上九月视线时，眼睛一弯，嘴角一咧，笑得实在是开心。九月扑哧一声笑了，踮起脚尖就把那束花朝着季义清的方向抛，将人砸了个晕头转向。嘿，谁呀？这是也不怕把探花郎给砸晕了？旁人都是一朵一朵的，要不就是手帕香囊，真没谁像他一般，送个花像是投弹一样。这姑娘可真是热烈奔放。那是我娘子。街上打马游街的新科进士没一会儿就被淹没。游街结束，季义清等所有新科进士还要到宫里听宣。季义清在哪？只见九月跑到跟前儿，也不在乎现场还有没有人，往前一跳就直接扑到了季义清的身上。你怎么这么棒啊？季义清笑得灿烂，拖着九月往屋里走。季昭眠看着两人的背影，撇撇嘴，有娘子了不起啊。季义清一路抱着九月回房，进了屋子才觉得两人这般姿势不雅。他考上了，他可是探花郎，怎么就不能够抛弃礼仪廉耻的高兴一下呢？亲我。就这么点小要求，满足你。脚步不停地往床榻方向走去，直到把九月轻轻地压在了床上。季义清脑子都不会转了，满脑子都是和九月更进一步再进一步。那想了不知道多久的事儿似乎就有了出处。季义清胆大包天地捏了捏九月的耳垂，软软小小嫩嫩的，换来一记九月的白眼儿，但总归是没有把季义清的手给扒了开。九月，你知道人生4大喜吗？九月微微勾唇，抬手放下床幔，像个妖冶的狐狸精般，指尖一挑就把季义清的衣襟给挑开了。季义清不知道哪里去紧急培训的，相比起第一次什么都不会，这会儿的季义清简直强得可怕。终于同房了。果然啊，人生4大喜，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待季义清起床之时，九月还在酣睡。想起昨日九月第一次送他花，季义清也顾不得其他，顶着季昭眠哀怨的眼神。我的花呢？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他昨晚跟九月你侬我侬，还把花塞到我怀里，那花半点都不属于我，我还必须给人收好放好。冬蔫了，当然是扔了。扔了？
骤然拔高的音量把季昭民吓了一跳。扔哪儿了？没扔，在屋里呢。我拿了个花瓶插起来了。谢谢大哥。姐，你看吧，我就说他是季家的那位大哥。到底身份有别，又是在大街上，季昭民拱手就要行礼。不用行礼了，我有事找你。昨儿游街，姐弟俩当然是不会错过这么热闹的，所以姐弟两人也知道了季家兄弟，一个是探花，一个名次也不低，二甲进士。回府又听到自家父王母妃在那挑拣进女婿。不知郡主找我，这是有何事？我眼光可真是好啊，这个人是极品啊。这2天打听季义清和季昭民的人实在是有点多，觉得自己要先下手为强。我们成婚吧。季昭民差点被这句话给吓得原地灵魂出窍。郡主，不可开这样的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郡主千金之躯，昭民无才无德，又如何能同郡主相配呢？无妨，配不上也没事。本郡主觉得你还行。郡主，我们的差距实在有些太大，郡主还是不要开这个玩笑了。该不会是郡主被9月打败之后心有不忿，特意来给我使绊子吧？绝不能做这样的事。俗话说长嫂如母，我们成婚，我就是你娘子了，也就是9月的大嫂了，以后家中事可就我说了算了。长嫂如母，这林月郡主该不会以为嫁给了我就能够压9月一头了吧？我的天哪，真有人以为这世上能够压9月一头吗？别说你长嫂如母，就算是我母亲、父亲跟继奶阿爷，家中的长辈有一个算一个，谁能压住9月？还长嫂如母，亲娘都没有。郡主想同我成婚，是因为想在辈分上压9月一头吗？你放心，我父王和母妃本就想在金赐的金科进士中为我择选一进士成婚，你也算是勉强符合要求吧。他有能力有本事，出人头地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他可不想因为这个事儿被人拿捏。昭民实难与郡主相配，还望郡主莫再有此等荒唐的想法。今日一事，一旦出了这道门，昭民就当从未发生过。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更父的声音由远及近，9月猛地睁开眼睛。嘘，有人来了。缓步到达院内，果然守夜的卫士和看门的小厮已经昏睡过去了。来者不善啊！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季义清如何能不知道这人是谁呢？那日丰原帝钦点探花，这人就站在丰原帝的旁边，常在御前，是皇上面前经久不衰的大红人。季义清刚想开口询问，就见9月的手正在自己的腰后伸去，这是9月要动手的意思了。季义清心都颤了颤。他大半夜的来此，绝对不会是小事，身边不定带了多少人。不知各位深夜到访，是否是有什么事情？咱家深夜前来，自是来请9月姑娘的。但到底是何人找9月呢？难道是皇上？皇上找9月干嘛？看病啊？可宫中那么多御医呢，不知下官可否陪我家娘子一同前往？季大人，9月也大概听出了点意思，这人找他是有什么事情？无事，我去看看就回来。季义清一回头，眼眶都是红的。在家等我，别担心，没事的。季义清生死离别一般，一把抱住9月。哎呀，只是去给皇帝看个病，怎么一副要死了的感觉？季义清眼巴巴地杵在大门口，定定地看着9月乘坐的马车消失。大哥，大哥，出事了！带9月走的人是李峰，就是在御前伺候那位的。怎么回事？9月被皇上抓去了？也不是抓去，那李总管还算是挺有礼貌的，说是请9月，是因为什么事？执笔来，我们罗列一下，把9月这段时间有可能得罪的人都给列出来，再把9月的优缺点写出来，看看是不是有别的可能性。快快行礼。9月到底是学习过的，还是很快就跪了下来，给丰原帝行了个大礼。但跪下的瞬间，9月又忘记了自称，该自称草民还是臣妇呢？然后9月自成一脉。
九月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大体上应该是没错的吧？丰原帝呵笑出声，一时间都不知道是该气还是该笑了。罢了罢了，姑且就当这个九月是个缺心眼儿吧。起来吧。这完蛋，被电视剧荼毒太多年了，什么都没记住，光是记住太监听命令的时候要遮了。丰原帝更是直接笑出声来，九月被笑得难得有些不好意思。活的皇帝，活的，光从历史书上了解，还有博物馆里那些画像，到底和真人还是区别太大了。听闻沈将军家的沈宗生可以站起来了，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你。难道皇帝是看我算是个可造之才，要把我收拢到御医院了？不要我不想上班，更不想996。再说了，这古代御医可是高危职业，那书上不就写了吗？要是治不好，这就让你全家陪葬。这都不是高危职业，这是九族消消乐职业。丰原帝看着九月毫无保留把沈宗生腿部手术的过程讲了出来，两人你来我往的说了不少。丰原帝频频点头，赞赏的说了2声该赏。九月呲着大牙傻乐，没想到给沈宗生治腿还有意外之喜。丰原帝看着九月喜怒都摆在脸上的模样，也不自觉的有些好笑，自己都不知道已经多少年无人敢在他面前展露真实的情绪了。既如此，那想必你的医术很好了。那是自然。那骄傲的小模样让人一瞧就知道他尾巴又翘起来了，谁都不可以质疑他的医术，谁都不可以。那你给朕看看。季义清和季昭眠还有九月认识的很多人都不止一次说过，丰原帝是一个很难得的好皇帝。丰原帝坐在龙椅上，就看到九月目光炯炯地瞧着他。九月大夫，不用做点什么准备吗？这可是给丰原帝看病，这么草率的吗？看九月捋袖子的架势，像是要直接上手一般。啊，不就是把个脉吗？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御医把脉都是跪在丰原帝旁边把的呀，这季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另外一只手一起拔。九月从未把过这么久的脉，整整半刻钟。如何？有了一点点头绪，但还需要佐证。所以朕是怎么了？九月其实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光是看丰原帝一个人实在是很难判断，但难得遇上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病症，九月其实比谁都激动。皇上，九月需要更多的资料来佐证自己的猜测，还望皇上能让九月探查一下皇室成员以往的脉案。你的意思是说，皇室所有人都有可能有问题？皇上，九月还没有确认，所以不敢说话。丰原帝站起身，九月话里蕴含的意思不言而喻。是没有把握，还是觉得事关重大？九月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季昭眠的腿是，季清的脸是，沈宗年当初种的春乳是，甚至连沈宗生的腿也是。九月若是没有把握，是不会开口的。给他，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寻个妥帖的地方，让他好好看。季清苦哈哈的在家里待了2日，九月半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连他是否还活着季清都不知道，只能和季昭眠一道去找了沈将军，还不敢说是因为要找九月。沈将军，下官前段时间研究出了个有利于民生的东西，想要献给陛下，望沈将军引荐一番。被季义清和季昭眠科普了一番活字印刷术的功能，沈将军一个大老粗都知道这什么活字印刷术有多么的好，能为大齐的读书人带来多大的便利。丰原帝看着底下跪着的季家兄弟，不得不说，这季家是真会生孩子呀。看看人这2个孩子，年纪不大，沉稳聪慧，风神俊逸，稳重优雅。只是这俩人说活字印刷术3里9月的，这是担心我把九叶给弄死了呀。看这俩人精神头都不好了，看来九月在宫里这3日，两人怕是一直提心吊胆的。丰原帝又想起了密室里的九月，那是顿顿不落，还要点餐呢，吃得好睡得好，
没准出宫的时候脸都要圆上一圈了呢。这俩人巴巴的把活字印刷术给献上来，话里话外都是说这东西是9月的一个念头，他们只是付诸行动，功劳都是9月的。做相公做大伯哥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诚意十足了。罢了罢了，皇后见到9月实在喜爱，所以就留在宫里住了2日，倒是忘记同你们说了。一个是9月的相公，一个是9月的大伯哥。御史没有直接抛下9月，而是冒着会被砍头的风险，巴巴的进宫来了。就冲着这一点，丰原帝就不会责怪2人。既如此，朕就让皇后带9月出来同你们见见。啊，还得再过2日才能送她回去。看样子和我们当初设想的一般无二。9月进宫确实是因为那个诅咒，但是秘密进宫的，连沈将军等人都不知道。哎，9月大夫，哎，李公公，你来啦！我刚看完所有的漫案，你就来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儿中午吃什么呀？看这架势啊，怕是觉得难得进宫一趟，非要把御膳房的膳食吃个够本才是。9月大夫，季大人来了。什么季大人？他来了关我什么事儿？9月看卖案脑子都看木了，一时间都忘记姓季的是谁了。李峰一看9月那样子，就知道9月是真的完全把自己的相公给忘记了。季义清季大人，您的夫君。我把他给忘记了。不提还好，一提9月就觉得自己想季义清想的不行。那9月大夫啊，皇上的意思是您在宫里所做的事情必须要保密。那是自然了。他是不爱思考，但不至于是傻吧？唉，连看到人还不想，看到人就真的是很想了。季义清，季义清也急走了几步。9月一个跳跃，季义清大手一张，顺势就拖住了9月的屁股，抱着人飞速的往前2步，直接进了屋。是好好的，是鲜活的。季义清，季义清声音都有些哽咽了。自9月出现在他的身边，季义清从未有过这般感觉。9月不仅仅只是他婚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他想要相伴一生的人。你怎么了？我没事儿，你还好吗？好啊，你都不知道，御膳房的御厨做饭可好吃了。不过我还是有点想2婶的手艺，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了。新宅子也打扰休息好了，等你回去就可以直接住新宅子了。真棒。你好吗？有没有好好睡觉？累不累啊？当然好啦，你也不看看我是谁。那是，我们9月啊，完美无缺，什么事办不成，旁人只有羡慕的份儿。真会夸人，夸得他飘飘然的。能从现代到陌生的古代来，还能依旧保持着自己本身的性子。9月自身的本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全是季义清一点点宠出来的。2人抱着说了会儿话，季义清知道自己该走了。9月在宫里是做正事的，他只要确定9月好好的待在宫里就成。我要先走了，你好好的，别累着自己，我等你回家。季义清有些不想放手。没事儿，我会抱皇上的大腿。好。他如何能够不担心呢？这是皇宫，是会吃人的地方呀。先回去把那些该整理出来的整理出来，不管如何我一定都要往上爬。9月的本事，9月的能力已经入了丰原帝的眼，若是他们一直这般弱小，如何保护9月，如何保护自身？所以他们必须往上爬，爬得高高的。李公公，你能不能帮我找2个功夫好的？我要在后宫转一圈。后宫？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转哪里。就是陛下和其他皇子公主住的地方，他们经常去的地方什么的，我都需要转一转。皇子和公主们都有专门的住所，没出宫之前，位分高的嫔妃可以自己生养孩子，但到了一定的年纪，都需要去皇子所。我还是要把整个皇宫看一眼，若是可以的话，皇上经常待的地方是最需要看的。9月也没有刻意的隐瞒，但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这宫里是有不好的东西在。
九月大夫，请稍等，带奴才去回禀陛下。我那日和陛下见面的地方，我要第一个看。那是御书房，我一定要看，御书房一定会有收获。好。你有想法了？回皇上，有了，待验证之后就知道九月的想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了。那就去证明给朕看。就看到九月在御书房走走停停，那神叨叨的样子让英一的太阳穴一直突突的跳着。英一和站在书桌后面的风原帝和李峰都不知道九月到底是要在找什么东西。刚要开口，就见九月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了一根银针。呼！话还没说完，就见九月用银针针尖挑开了椅子正对着的一块看起来光滑无缝的地方。只听咔的一声，那明明看起来是一整块板子的地方裂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随着九月的动作，那口子里咕噜噜地掉出来几颗黑色的小药丸。这是何物？这东西生长在极寒之地，名为决宁子。有什么作用？决宁子本身是无毒的，还是解毒的圣药，十分不易得。但若是决宁子和一种名为血祸的毒通过空气融合，就会影响寿命。是不是还有？血祸会存在中毒之人的血脉中，然后会一直传下去，即父传子，母传子，代代相传。不仅如此，还会影响子嗣，几代过后就会……九月不好说剩下的话了。风原帝那般聪明，啪的一声，直接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扫到了地上。九月的话让屋内几人都变了脸色，就是这种东西让皇室备受短命诅咒，到现在已经到了动摇国本的地步。旁的决宁子我不知道，但我手里这个肯定不止换过一次，毕竟没什么药的功效能够百年不失药效。九月虽然没有明说，但风原帝到底是一代帝王，还是个手段谋略方方面面都很强盛的帝王，这说明宫里有人一直都在换这个决宁子。楚家到太子这一辈就该要绝后，生不出孩子的。至于为何二皇子有后，懂的都懂了。不愧是当皇帝的，这心理素质杠杠的，像是早就预料到了一般，连被人戴绿帽子都没有反应，不得不佩服这一代帝王的心胸了。你不是说要去看皇子所吗？检查仔细点，整个宫里到处都看看。楚家血脉，个个体弱短命，子嗣少。二皇子若真是楚家的血脉，凭什么他就能一窝一窝的生，身子还强健的不行？毕竟只有楚家的血脉才会体弱短命，子嗣少。以此来看，二皇子果然不是他的种。也好，正好可以一网打尽。容妃和其母家仗着生了个健康的皇子，作威作福了多年，如今健康的皇子正好成了他们的夺命利刃。让鹰眼的人去查，容妃到底是什么时候和人勾搭上的？还有，这毒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九月针对性地跑了几处藩王及后代进宫会去的地方，果不其然，又找到了一些决宁子，大部分都失去了药效，有些药效已经微乎其微了。鹰一想要把决宁子带走销毁，被九月制止了。这是解毒关键，没听过解铃还须系铃人吗？解铃还须系铃人，是这样用的吗？但九月做事儿最好不要问个没完，他容易生气。对了，这段时间记得多找点决宁子，这是解毒关键。更何况解毒的不止皇上一人吧？九月巴不得快快的把毒给解了，他还想着解完毒，马不停蹄的去找季青亲亲抱抱举高高呢。福王爷如今毒入肺腑和心脉，若是再不解毒，怕是会不好。九月大夫稍等，待奴才去禀明福王爷后再做定夺。毕竟福王爷身体已然十分的不好，不知道能不能承受解毒之苦。早就说过，皇帝是个高位之人，风原帝能到如今的地步，一路走来身后空无一人，不然历史上为何那么多皇上都自称寡人呢？你可知，你夸下这般大的海口，若是福王有事，你是什么下场？你聪慧，如今又知晓了不少宫廷秘辛。
按理来说，朕该将你秘密处死才是。天了罗，这又是从哪里说起？解毒需要多久？我还没有看过福王爷，需要看过之后再确认。不过不会超过1个月，解完毒之后再调理2个月，应该就没事了。太子还能生吗？太子还能生孩子？他好厉害啊！所以连你也没有办法了吗？陛下，您刚刚的意思是太子是否还能有后，而不是太子能生孩子的意思吧？你刚刚说太子厉害，是你觉得太子能够亲自生孩子的意思？我九月，你自己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入夜，宫内密室灯火通明，不过1、2个月未见福王爷，丰原帝的眉头蹙得实在是难看。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谢谢皇兄。李峰都和你说过了吧？皇兄，不若就让臣弟来试吧。父王他又如何还能经得起折腾？都是可怜人呢。这位就是9月大夫。楚毅没听过这号人，但能被丰原帝如此礼待，想必是有自己的过人之处的。世子放心，你们可以全程参与，若是中间有了什么差错，你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的。所以只要我好好干，那赏赐怕是得拿马车来拉好几车。丰原帝和楚毅都紧张地看着9月提着小刀上前，直接在太阳穴两边划开了2道很小的口子，然后手上动作飞快地给福王扎上了针。扎针1刻钟，然后进药池。丰原帝和楚毅看到9月给人太阳穴上划口子的时候，2个人都惊得不会说话了。这9月还当真是一点不按照常理出牌啊！没法子，解毒之人的身份到底是不一样的。想要抱上这最粗的一条大腿，9月就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神。一连3天，9月真是连眼睛都不敢闭呀，时时刻刻预备着抢救福王。就9月现在的状态，谁往他跟前经过都得被9月逮着骂一顿。说句不好听的，真是经过一条狗都得被9月骂上2句。又到施针的时间，9月的精神处于十分紧绷的状态，抬手先给了自己1针。9月大夫，闭嘴！这次针灸结束后，9月一头栽在了旁边的软榻上。1个时辰后叫我。说完，根本就不等任何人回答，眼睛一闭，直接就进入了睡眠状态。楚毅目瞪口呆地看着，英一则是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9月。连入睡状态都是可控的。想当初他们之前也训练过这些，但只有极少数的人训练成功了，毕竟入睡是真的很难自行控制。但9月做到了，一看9月就像是顶级杀手，但偏偏他的所作所为又和杀手不沾边儿。就看季义清和季昭眠2人被9月赶马似的上赶着上进，哪家杀手让家里人考科举当大官的呀？说起来都觉得好笑。前5天是最关键的时候，第6天以后，福王的情况就趋于稳定了。9月老实的和丰原帝汇报了一下，丰原帝立刻命人去查看，不是御医院的人，而是丰原帝这些年秘密养的一些医者。如何？回皇上，确实有很大的好转，这简直是奇迹啊！敢问陛下，到底是何人，竟有这般起死回生的医术？哪是什么起死回生啊？不，也算是起死回生。9月说了，这是中毒，毒解了，人自然也就好了。下去吧。还想和9月讨论医术呢，他白养了他们这么久，半点作用都没有。最后还是靠9月把这毒给研究明白了。赏！9月，你要什么？朕今日高兴，你想要什么，朕给你什么。还没解完毒呢，就要赏他了，要什么好呢？9月眨眨眼睛。陛下当真是9月要什么给什么？君无戏言。那陛下可不可以给9月一封圣旨？空白圣旨？我拿空白圣旨来干什么？我要奉旨不跪。什么东西？就是我以后可以见谁都不跪，也包括您。您看这个赏赐可以吗？
让你跪着行礼，是为难你了？到底是皇上，能跪得不顺畅？真是说的什么屁话！丰原帝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九月要的赏赐这般简单，只是丰原帝以为九月会要个什么庞的赏赐，比如给他封个县主、郡主，有封地10亿的那种，再不济给季青提个官职什么的，再或者库房里要点什么稀世珍宝，那些可都是实打实的好处。但最后九月只要了这么一个奉旨不跪，丰原帝想想都替九月亏得慌。我是那种会做什么亏本买卖的人吗？想什么呢？怎么可能？我要给楚家那么多人解毒，解完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就得给我送礼。再来，太子不是想生孩子吗？看着吧，毒解了，我就到东宫去给太子的妃嫔们瞧上一瞧，给他们算算排卵期什么，让太子辛勤耕耘个把月，等一个接一个的怀上了，丰原帝和太子不得再奖赏一遭啊？至于太子会不会太累什么的，关我屁事！没听过一句话吗？只有累死的牛，没有犁坏的地。用个什么名义，把所有藩王都弄到都城来，然后解毒呢？看他那插着小腰的小傲娇模样，若是让他给那么多人解毒，这人怕是得和我急呀。还是先给朕、太子、楚义、公主解毒吧。那给朕解毒需要多久啊？只要每日用2个时辰来解毒，连续解毒半个月就可以了。太子开始解毒之后，必须要禁欲3个月，但这3个月时间里，我会给太子的几位妃嫔都调理一下身体，争取让太子禁欲结束之后能多生几个孩子。那朕……九月用一种一言难尽的表情看了一眼丰原帝，其实九月就差在整张脸上写着：“你不行，你不行。”丰原帝站起身，然后九月就看着丰原帝莫名其妙的开始抬头挺胸收腹，这是妄图展现一个十分强健的体魄。要不是这个老登是皇上，高低得给他一拳，好辣眼睛。罢了罢了，那你好好给太子调理身体。好说好说，只要到时候别忘了我的好处就成。要是真的忘记了，我是会闹的，绝对会闹的，就是那种撒泼打滚的那种闹。为了不让任何人发现，公主和世子都是在白日里解毒的，丰原帝和太子则是安排在了晚上。最后九月拉着5车的奖励回了季家，真的是实打实的5车，堆得满满当当的，瞧上去就让人高兴。最重要的是，九月捧着个巴掌大小深口的小木盒子，里面装的全都是银票，少说有好几万呢。这单生意值，不愧是丰原帝啊，真是太大方了。不愧是丰原帝啊，真是太大方了。要知道，一开始的丰原帝本来有心让九月自己到他的司库去选东西的，后来鹰一隐晦地说了2句，九月对于黄白之物的喜爱程度，一度因为沈宗年答应给他，结果忘记给他这些东西了，九月就去夜探将军府，要去揍沈宗年。这丫头邪性得很，不过是点银票，竟然就能做出夜探将军府的事情。不过也是沈宗年自己没办好事，他累得九月自己大半夜不睡觉的跑出去。丰原帝的偏心有，且仅有九月。一路到了季家的大门，宫里的人也没有丝毫的遮掩，大辣辣的抬着东西就进了季家去了。九月，季青，若是猜得不错，这圣旨应该就是丰原帝给九月的特令，奉旨不跪了。季青紧紧地抓着九月的手，捏了捏九月的指尖，九月正微微抬头看向他，两人悄咪咪地回了房。我想你了。有一说一，九月从不觉得这些话难为情，或者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他向来是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了。季青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我也是。明明是夫妻，却弄得像是偷情似的，刺激。一个用力，直接把季青给推倒在榻上。有多想？季青只觉得整个人都快要热炸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这么久不见，对我来说像是过了几十年。
季忆清的大手在九月的背上游走，微微蹙了蹙眉，心疼的不得了。怎么瘦了这么多啊？就是说啊，你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都没怎么合眼，整日里都在做事。辛苦你了。九月想起那5大车，还有那1小盒的银票。不苦，你都不知道，我这次拿回可多东西了，好些都是陛下赏的，可以换钱呢。我们如果要跑路的话，就有可多银票了。御赐物品是不可以随意售卖的。什么？御赐的物品不可以买卖？是啊，御赐之物是不可以售卖的。宫里有专门的衙门是掌管这些的，赐给了何人都是有登记在册的。一旦在市面上发现这些御赐之物，追根寻底的很容易就查到了。奸商啊奸商，傅云帝真是个奸商。等着吧，再有下次必须全给我换成银票。那现在这些东西怎么办？只能先放着了。累死累活的1个来月，就得了几万两银票，这生意，哼，其实还真是挺值的。马车很快停在了季家门口，看着富丽堂皇的大门，还有飞快迎上来的小厮，季家人直接被眼前的这一切给震撼到了。阿爷奶，你们知道你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吗？一群人排排站在那，目光灼灼地看着九月。九月呀，奶什么都听你的，你让奶往东，奶绝不敢往西呀。你们2个若是有什么不测死了，大伯哥和义清就得丁忧，丁忧就没有办法往上爬。但我呢，觉得真有本事的人，一个丁忧也没什么关系。哦，不是一个丁忧，2个、3个、4个都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觉得呢？怎么感觉一段时间不见，九月的威压更甚了呢？只要我想，我可以让你们有100种方式悄无声息的死去。所以，别做多余的事，别做让我不高兴的事，最好乖一点，再乖一点，不然季家明日就可以吃席。说完，九月转身就走。府里的下人一脸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少卿进屋就和九月回禀事情，说起了季山他们的归处。你主动说起这个，是有什么想法了？君家有处庄子，有500亩地，我去瞧了一眼，价格虽有点贵，但地大，都是良田和水田。你是想让他们去庄子上？季青和季昭眠担心的事儿，也是他担心的事儿。季家人若是一直在都城内，难免不会被有心人给使绊子。晚间，季青和季昭眠下衙回家，难得的季家人吃了一次团圆饭。入夜，九月和季青刚躺下，二嫂，我去看看。我去瞅瞅。二嫂，救命啊！东家，发生什么事情了？就看到院子中间跪着个小姑娘。你干嘛了又？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在书房看书呢，这不知道哪里来的女的，端着碗银眼羹就进屋来了。我说我晚上不吃甜的，结果他就怎么了？他就开始脱衣服，还要来摸我。二嫂，他肯定有阴谋。二嫂，你说他是不是就有那种毛病，所以才跟狼似的往我身上扑，妄图传染给我，然后传染给全家，灭我季家满门？现在对于那些殷勤且生扑的女人，冀州也都觉得肯定是有阴谋，还是大阴谋。二少爷，奴婢没有，奴婢是想着三少爷夜里看书困顿，才熬了银耳莲子羹送给三少爷，没想到竟然被三少爷给……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碰他。二嫂，你信我呀！季维忠，季家的家规是什么？站在那背书似的，开始复述当初9月在万花楼的事情发生了以后说的话。季家家规，季家男人不准嫖，不准养外室，不准养小官，不准纳妾，谁敢犯，没收作案工具。季家男人听得脖子一紧，从老到小都夹了夹双腿。所以你懂吧？季家男人是不会有淫娘妾室的。你说冀州也碰了你，那他就得负责。只要你真的被他碰了，破了身子，那今日之后，我就代表季家向你下聘，让你风风光光的进季家做夫人，要做就做正头夫人，你说是吧？夫人，奴婢。但若是冀州也没有碰你，
对于敢在季家爬床的，只有一个下场：死。夫人，奴婢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请再给奴婢一个机会。少卿，东家，准备鞭子，蘸点盐水和辣椒水，堵住嘴，别吵到了邻居。